这个男人明明身处监狱，却能从兜里拿出一把崭新的黄金钥匙，但他却没有插进门锁，而是围绕锁身划了一圈。只见20厘米的铁门瞬间被切割开来，男人轻轻一推，就走出了关押他长达1年的牢房。随即他站在墙边，将钥匙用力插了进去，凡是所过之处皆燃起熊熊大火，监狱顿时变成一片火海。闻声而来的狱警刚想阻止，却被男人偷袭用钥匙划破了胸膛，狱警立马变成一个火人。而像这么屌的钥匙还有11把，有可以让人灵魂出窍的幽灵钥匙，也有可以瞬移到任何地方的任意门钥匙，还有可以进入使用者大脑里的头脑钥匙等。而这些神奇的钥匙都来自同一个地方，位于马萨诸塞州里的移动钥匙屋。钥匙屋不单单只有外面的装饰像一把钥匙，里面更是暗藏钥匙的玄机。这天钥匙屋里住进来了洛克一家，因为父亲的去世，他们搬进了这栋从未听说过的祖宅。邓肯叔叔站在门口迎接他们，虽然不知道洛巴为什么没和他们说过，但也耐心地讲解着钥匙屋的背景。时间一晃来到晚上，四处闲逛的洛克被不远处的小房子吸引，里面有一口井，看起来被荒废了许久，大门也被牢牢锁住。洛克靠身体娇小的优势从门缝钻了进去，随即掏出相机准备拍照留念，可惜失误导致照片滑落而下。失落的洛克正要离开，却发现照片出现在井边。惊讶的洛克朝着井里喊话，不料还真有个女人回应了他。如此诡异的事情吓得他落荒而逃，随后便告诉了家人，但因为大门紧闭没办法进去查看。其他人就当洛克过于疲惫产生的幻觉，并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。第二天，洛克正吃着零食看着电视，耳边却突然传来阵阵低语，显然这栋祖宅一定有他不知道的秘密。胆大的洛克再次来到警厅，不断地向井底发出询问。井底的女人也如昨天一样回应了他。女人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回声，只能在井底生存，接着说出了钥匙屋的秘密。屋里有各种神奇的钥匙，这些钥匙会自己发出低语，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听到。显然洛克刚才在屋内听见的低语就是钥匙发出的，他迫不及待地想将这件事分享给姐姐。这时他却突然听见姐姐的手镯在说话，他用力一扯，竟从上面抠出一把钥匙，钥匙的形状跟回声所描述的任意门钥匙一模一样。于是他不停地默念想要冰淇淋，但周围的一切并没有变化，难道是要和门结合起来用吗？于是洛克将钥匙插进衣柜门上，门的那边瞬间传来一阵异响。打开门后，没想到对面真的是冰淇淋店。在他震惊不已的同时，也没忘记向店员要一个冰淇淋。之后他回到家里告诉了洛姐这件事，但洛姐却非常生气，因为这是父亲托付给他的遗物。见姐姐不相信自己，洛克当即表示要带她去埃菲尔铁塔。可等他这次打开门时，门后只有一堆衣物，这让洛克感到十分困惑。晚上心情低落的他又听见了低语声，显然第二把钥匙来找他了。随后他来到警厅，继续询问回声关于钥匙的事情。回声告诉他，任意门钥匙的确能带你去往任何地方，但前提是你必须去过那个地方，所以白天洛克才没办法打开埃菲尔铁塔的门。至于他刚才拿到的第二把钥匙，是传说中的镜之钥匙，可以让他看到死去的人。于是洛克马上找到一面镜子尝试，他想要看到已故的父亲，却不料因此差点酿成大祸。他试探性的插进去，居然真的转动了钥匙，可下一秒，镜中的自己仿佛有了生命，呼唤着他走进镜子里。洛克感到有点害怕，最终还是没有走进去，而是叫来了自己的妈妈。看着镜中的自己不受控制，洛妈觉得十分新鲜，竟毫无主见地跟着镜像走了进去。镜中世界漆黑一片，无数的镜子包围着洛妈，随着她触碰镜子的瞬间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支离破碎，洛妈被困在其中无法动弹。惊慌失措的洛克来到警厅，质问回声，这把钥匙根本无法看见死去的父亲，反而把他妈妈困在了镜子里。回声这次没有回答他，而是直接出现在了洛克的面前，并表示想救你妈，就必须把那把任意门钥匙交给自己。舅妈心切的洛克将钥匙交给了他，可回声拿到钥匙后就开门离开，根本不打算帮助他。好在洛克没有就此放弃，他拿了一大捆绳子，接着找到姐姐和哥哥求助。两人看到镜子时都满脸不可思议。为了救出母亲，洛哥将绳子绑在腰上，毅然决然地踏入了镜子，但镜中的世界支离破碎，搞得洛哥根本找不到方向。他灵机一动，让母亲闭上眼睛，他顺着声音来找洛妈，最终靠着洛哥的机智，两人成功逃出了镜子。可出来后的母亲却完全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第二天，母亲像没事人一样给他们做早餐，兄妹三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至少他们还记得发生了什么。洛克还说了任意门钥匙的事情，只是隐瞒了回声的存在，表示不小心弄丢了那把钥匙。等洛哥和洛姐走后，他又在家里听见了阵阵低语，声音是从一个吸尘器里传出来的。他拆开机器，果然在里面又找到一把人头钥匙，可一时找不到使用方法，于是便开始计划抓住回声，夺回任意门钥匙。与此同时，邻居艾丽登门给洛妈送上乔迁之礼。原来艾丽曾是洛爸的高中同学，当时他们有个小团体，关系十分要好。一旁的洛妈感到诧异，她从没听过丈夫说起此事，
还没等他发出疑问，就接到了一通学校的电话。趁着洛妈打电话的时候，艾丽沉重地盯着照片，表情显得十分不自然。随后，洛妈来到学校给孩子办理转校手续，在这里碰见一位英语老师，他不仅是洛哥的班主任，而且曾经还教过洛爸，当然也知道他们的小团体。随即告诉洛妈一个重磅消息：洛爸和他的朋友曾出过意外事故。洛妈又一次蒙圈，于是他找到艾丽，这才得知在高4的时候，他们去海洞游玩，却意外淹死了3个同伴，其中也包括了艾丽的男朋友。当晚，洛妈又询问邓肯，但邓肯却好像失忆一样，完全记不得当时发生了什么。这一切瞬间开始变得扑朔迷离，这一连串的事情究竟有没有关联？就在洛克一家陷入谜一样的局时，拥有了任意门钥匙的回声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女人想逃单吃霸王餐，却用钥匙打开了卫生间的门锁，门后灯光绚烂，她竟直接瞬移来到了服装店。在给自己换了一身行头后，她又将钥匙插进试衣间的门锁。这次她来到了珠宝店，随手砸碎橱窗，警报声瞬间嗡嗡作响。她却不慌不忙地将项链揣进兜里，慢悠悠地推门离去。等保安赶来时，哪还有女人的身影？女人此时已在千里之外戴上了项链。第二天，女人用相同的手段白嫖了一份早餐。这次打开门后不再是服装店，而是一间被烧焦的屋子。她径直地走向保险箱，发现里面只剩几本被烤糊的书，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。就当她以为白跑一趟时，突然发现门外的男孩捡到了她要的东西。女人提出双方互换钥匙玩玩，接着她用钥匙打开房门，门后的废墟竟然变成了地铁站。男孩诧异地看向对面，女人却突然抢过钥匙，将男孩推了进去，随即若无其事地关上了门。另外2个孩子吓得拔腿就跑，女人对此也毫不在意，而是转身来到了洛克家里，对他赠送的任意门钥匙表示感谢。当看到沙发上第3把钥匙时，女人显得十分兴奋，刚刚才拿到火焰钥匙，现在又送来一把，今天简直是他的幸运日。可洛克的神情却十分紧张，原来他在钥匙下面放了一个捕兽夹，想以此抓住女人夺回钥匙。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洛克从回忆中被拉了出来，映入眼帘的却不是女人被捕，原来他早就看出那把钥匙是假的。将计就计，威慑洛克罢了。女人要求他找到其他钥匙并交给自己，否则等他回来就大开杀戒。不安的洛克在家里来回走动，思前想后的他决定拿出昨天捡到的头脑钥匙，抬手将它插进自己的后颈，身体立马就被定住，而身后出现了另一个他和一个神秘的箱子。洛克好奇地打开，里面五颜六色，居然是他的脑海。兴奋的他拉来哥哥姐姐参观，里面有个跳蹦床的人，那是洛克的欢乐情绪。桌子上一排排的铁盒则装满了他的记忆。洛克随手打开了一罐，居然在里面看见了过世的爸爸。Dad， 姐姐想要触摸爸爸，但可惜这只是一段虚影。姐弟3人百感交集，他们安静地靠在门边，听爸爸再讲一遍童年时听过无数次的故事。之后他们回到了房间，并拔下了洛克脖子上的钥匙，周围瞬间恢复了正常。姐姐见状连忙拿走钥匙，表示自己要借用一段时间。原来姐姐是一个很自卑的人，害怕和同学打招呼，也害怕展示自己，就连吃饭都一个人躲在小黑屋吃，面对心爱之人的表白也不敢回应。所以在拿到头脑钥匙后，便第一时间进入了自己的脑海，因为里面有个代表害怕的情绪。他丑陋凶狠，甚至还打伤了陪他进入脑海的哥哥。洛姐不想再被这种情绪所操控，于是她拿上匕首和麻袋，再次进入了脑海，杀死了代表害怕的情绪。从此洛姐仿佛换了一个人，她开始染发化妆，整个人变得神采奕奕，甚至还对暗恋之人表达爱意。幸福指数直线飙升，这让洛哥眼馋的不行，于是他也打起了头脑钥匙的主意。但他可不是要杀死什么情绪，而是为了放点东西进去。他随手拿起一本历史书，将它扔进了门后的脑海世界。下一秒，洛哥对书里的内容倒背如流。When was Matheson founded? Matheson was settled in 1639, incorporated in 1658, and officially became a township in 1741. 有了这神器妥妥的保送大学，这神奇的钥匙让兄妹2人爱不释手。他们催着洛克寻找更多的钥匙，于是洛克每天都在房子里闲逛。这天他又听见了一阵低语，声音是从先祖的画上传来的。他搬来一根凳子，在画上仔细的寻找，果然在上面发现了一把骷髅钥匙。这把钥匙又有什么功能呢？他看着上面的骷髅头，突然想起自家门上也有这个标志，思索片刻后便插了进去。打开门后发现外面并无变化，便抬脚想要走出去，可突然自己就晕倒在了地上，灵魂却漂浮在空中。原来这是一把让人灵魂出窍的钥匙。他高兴地在空中飞行，享受着自由自在的感觉。随后他飞到了自家的祖墓，在这里看见了其中一个祖先。祖先告诉洛克，他的父亲和邓肯也曾来过这里，显然他们也使用过钥匙，可父亲却从没跟自己说过。洛克瞬间嗅到自己的家族似乎有大秘密。几天后，家里又传来了钥匙的低语声，这次姐弟3人都听到了。很快他们就从钢琴里找到了钥匙。洛姐发现，只要将钥匙插进一个音乐盒，就能命令别人 slap herself in the face。哥哥虽然无辜躺枪，但却让洛姐兴奋不已。第二天，他将钥匙带去了学校，他要整蛊一个一直欺负他的女孩。姐姐对着音乐盒念出女孩的名字 Eden Hawkins， fall on your face。
女孩尴尬地将食物捡回碗里，若无其事地起身回到座位上。不远处的小白对此来了兴趣，他拿过音乐盒，对着女孩再次发出指令。女孩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餐桌上跳起了舞蹈，周围的同学纷纷拿手机拍了下来。眼看发出的指令越来越过分，小黑有些于心不忍，提议对他的惩罚到此为止。可洛姐却逐渐上头，不愿收手。很快，女孩出糗的视频就被传到了网上。洛哥当然也看到了，他立马意识到是洛姐使用了音乐钥匙，他要求洛姐交出钥匙，并责怪她做事太过冲动。但面对哥哥的指责，他不仅不悔改，反而和他大吵一架。两人这一吵就直接吵到了晚上。正当他们打算中场休息一会儿时，突然听见屋外传来阵阵低语，显然又是一把钥匙在呼唤他们。两人循着声音来到了墓地，在一个墓碑下发现了记忆钥匙。可这把钥匙又是开哪里的锁呢？洛哥这时发现不远处有棵闪光的树，两人毫不犹豫地将钥匙插了进去，整个墓地瞬间亮光四起，几十个发光的罐子破土而出，而罐子里装的全都是邓肯叔叔的记忆。难怪邓肯记不得过去的事情，他们还在一罐记忆中发现父亲曾对朋友痛下杀手。两人不由得愣住了，因为死去的3个人曾调查说是溺水淹死的。洛姐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，直接带着记忆找到了邓肯，可邓肯才拿起来看了一眼，脑袋就变得疼痛难忍。他刚放下记忆罐子，居然就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洛姐不得不自行研究这些记忆，最终发现邓肯其中一段记忆十分特别，那是爸爸和他朋友们去海洞的日子，而海洞里似乎有令邓肯震惊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洛克突然找上了他们，并说那个女人来了。还没等兄妹俩反应过来，家里的电灯泡就全部炸裂。女人来到厨房，用火焰钥匙点燃了灶台，趁着他们灭火的间隙，女人偷偷掳走了洛克，将他带入了一片火海，不断的威胁他交出钥匙。洛克发现钥匙明明近在眼前，他也不动手抢。他意识到钥匙必须要自己亲手交给女人才行。女人被戳穿后也不恼怒，他的确没办法抢夺洛克家族人手上的钥匙，但不代表他不会找帮手。随后他走出火海，用任意门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。他瞬间来到了市中心的监狱，将火焰钥匙交给了一名囚犯，而这名囚犯正是杀害洛克爸爸的人。靠着火焰钥匙，他成功将监狱变成了一座火海，安然无恙地逃了出来。越狱后的他第一时间来到洛克家里，看见男人的洛妈，瞬间回忆起那悲惨的日子。男人名叫山姆，原本是洛爸的学生，可因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，被女人施加手段蛊惑成自己的打手。之后听从女人的命令上门胁迫洛爸交出钥匙，但为了钥匙不落入坏人之手，洛爸最后临死也没有妥协。听到动静的姐弟两人正准备上楼，不料刚好和山姆撞个正着，几人纷纷都成了他的人质。山姆也搜出了音乐、记忆和镜子钥匙，但唯独没有他想要的头脑钥匙。姐姐连忙撒谎，钥匙在洛哥那里。于是山姆温柔地给他们做晚餐，等待洛哥回家。期间，姐姐不断套山姆的话，终于得知那个女人名叫道奇。此时，洛哥也回到了家，看见山姆绑架了家人，他头脑一热，竟直接冲了上去。但面对有火焰钥匙的山姆，洛哥这波操作无疑是送人头。眼看局面超出了控制，洛姐直言钥匙被自己埋了起来，接着带他来到了一片树林。当然，这里其实也没有钥匙，而是埋下了之前杀死的负面情绪。但令洛姐没想到的是，负面情绪并没有死去，反而从土里一跃而起，和山姆扭打起来。洛姐趁机带着弟弟逃跑。与此同时，被绑住的洛哥靠一个后仰摔碎板凳挣脱了束缚，随后撕碎桌上的玩偶，从里面掏出了头脑钥匙。很快摆脱了怪物的山姆返回屋子，发现了洛哥等人的逃跑，但他坚信母子俩一定还藏在屋内，于是一间间房的寻找，浑然不知危险已悄然靠近。他悄悄从后面将剪刀刺进男人的脖颈，但这不仅没弄死男人，反而还激怒了他。他反手将女人按在墙上。眼看事情发展越来越不受控制时，洛哥突然出现，将钥匙插进他的脖子。山姆的本体瞬间蹦击，灵体则出现在旁边，大受震撼，甚至当场表现出忏悔之意。洛哥趁机开启嘴炮模式，让他不要再受道奇的蛊惑。眼看山姆正要回心转意的时候，洛妈却突然对出现的脑海之门来了兴趣，说着还准备走进门后看看山姆的脑海世界。洛哥连忙上前阻止，山姆趁机取下钥匙夺回身体的控制权。恰好这时道奇也赶到了钥匙屋，他轻轻松松就放倒了洛哥和洛妈，然后命令山姆交出钥匙。可他被洛哥教育过后，心中不免有些动摇，没有第一时间交出。失去耐心的道奇干脆一刀捅向了他，随即拿走了全部的钥匙。山姆万万没想到自己给他当牛做马，最后换来的竟是这种下场。道奇可不管他的情绪，自顾地用任意门钥匙传送至千里之外。此时警察也赶到了这里，山姆不甘心就这样结束，他起身走向离自己最近的门，但不料他刚走出去，灵魂竟和肉体分了家，他成了一缕鬼魂漂浮在空中。原来是灵魂钥匙在门上没有拔下来。等警察赶到时，以为山姆死了，便关上了大门。这下山姆成为了孤魂野鬼。拿到钥匙的道奇来到了养老院，找到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的女人，而这个女人正是洛爸的高中同学，也是第一批使用钥匙的人。随后道奇将头脑钥匙插入他的后颈，通往他脑海的门瞬间出现，可他的灵体却没有现身。道奇虽心生疑惑，但也没多想，直接走进了他的脑海世界。
这里阴森恐怖，没有一丝生气。道奇仿佛见怪不怪，径直来到走廊的最深处，在这看见了女人的记忆储存室。道奇这次的目的就是寻找欧米家钥匙的下落，结果也没让他失望，在一盒记忆中发现钥匙藏在了洛爸那里。此时他的身后突然传来呵斥声，原来是女人的灵体，她被困在了自己的脑海世界，怪不得她会患上老年痴呆。道奇饶有兴趣地和她交谈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失去了钥匙的洛哥和洛姐决定孤注一掷，他们来到父亲曾探险过的海洞，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这里竟然有一道散发着蓝光的石门，而打开石门的条件似乎就是需要欧米家钥匙。两人在旁边发现了一块石头，石头上刻着钥匙守护者的名字，这些人正是洛爸和他的朋友们。如今这些人只有艾丽和沃斯还活着，但艾丽显然不会帮忙，不然之前就不会对他们撒谎了。唯一的突破口就在沃斯身上，可沃斯患有老年痴呆呀。思前想后，两人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，但洛姐的动作终究慢了一步，刚好和道奇擦肩而过。洛姐拿出照片询问沃斯，试图从他口中获取一些线索。沃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说出了一条信息：艾丽的男友卢卡斯其实就是道奇。洛姐连忙回家想告诉洛哥，却刚好看见母亲摔碎了洛爸的骨灰盒。原来这2天发生的事情过于离奇，导致母亲有点精神崩溃。洛姐很清楚母亲的感受，她安慰着母亲，用行动表明自己一直会陪伴着她。随后洛姐下楼说明了道奇的事情，然而洛哥猛然发现父亲的骨灰中竟然藏匿了一把钥匙，这把钥匙的形状赫然是欧米伽符号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的下巴居然有个钥匙孔，她拿起钥匙毫不犹豫地插了进去。女人的容貌瞬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变化，转眼就从大美女变成一个小鲜肉。回到家里的艾丽吓坏了，因为这个小鲜肉是她死去多年的男朋友。晚上她偷摸从箱子里拿出一把手枪，趁着道奇分神时，为了他8颗子弹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道奇根本没有死，反而让他勃然大怒。他表示自己被回声钥匙复活后，就拥有了不死之身的能力。艾丽靠在墙上瑟瑟发抖，再也生不起反抗的心思。第2天，道奇命令他去洛克家里找到欧米茄钥匙，但艾丽不愿意帮他做事，于是便收拾东西想带着儿子远走高飞。谁知儿子对这一切都十分了解，他偷听过道奇和母亲的谈话，加上最近发生的奇怪事情，他也大致明白了前因后果。他劝母亲弃暗投明，和洛克一家联手对付道奇。为了给母亲增加信心，他还找出了道奇藏起来的钥匙，这下就更有把握绝地翻盘了。于是艾丽当晚就找到了洛克一家，并说出了所有真相。当年洛爸和朋友们去海洞探险，发现了一扇黑暗之门，但当时仗着有魔法钥匙护身，洛爸就用欧米茄钥匙打开了门，里面瞬间出现一束蓝光，接着还弹出几道像子弹一样的东西，其中一颗就打中了卢卡斯。众人吓得连忙关上了门。起初卢卡斯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，但没过多久卢卡斯就变得癫狂，强迫其他同伴交出钥匙。其实这时的卢卡斯已经被恶魔道奇所附身，见到这些人不配合自己，卢卡斯直接宰了2个人。洛爸见状不得已杀死了卢卡斯，这一切恰好被邓肯给看见，他们只好用钥匙清除邓肯的记忆。事后编造出洞穴探险出现意外事故，导致3名同伴溺水身亡，尸体也被他们扔进海里，确保不会露馅。为了不再发生这种事情，大家约定保护钥匙，不再使用它们，并将钥匙分开保管。而艾丽则拿到了易容钥匙和回声钥匙。易容钥匙可以转变成任何人的样貌，回声钥匙可以复活死去的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艾丽心中一直放不下卢卡斯，最终她违背契约，用回声钥匙打开了警亭的大门，复活了死去已久的卢卡斯。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复活的不是卢卡斯，而是附身卢卡斯的恶魔道奇，并且把易容钥匙也交给了他。好在被复活的他无法离开警亭，所以一直没有出去干坏事，直到他从洛克手上骗走了任意门钥匙，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。由于道奇现在没办法杀死，只能想办法将他封印回警亭。这时洛克突然拿出一把钥匙，艾丽一眼就认出这是阴影之冠的钥匙。戴上皇冠的人可以创造出强大的阴影，他们就操控阴影将道奇逼进警亭，而阴影之冠恰好就在艾丽家里。艾丽兴奋地拿着钥匙往家里赶，不料却碰见了等候多时的道奇。他不费吹灰之力就从艾丽身上抢过了钥匙，阴影之冠也被他拼凑完整，这下再也没人能阻止他了。随后道奇恢复原本的样貌，来到了钥匙屋。洛克3兄妹当场吓得呆住，连忙用柜子将门堵住，可这根本拦不住阴影。阴影从暗处来到屋内，顷刻间化作实体，开始在屋内寻找欧米伽钥匙。洛克发现只要打开灯，阴影就会消失不见。机智的洛克还在霓虹灯上绑了火焰钥匙复明，随即找到道奇的阴影单挑。不曾想大反派如此不堪一击，只是一招就被干得灰飞烟灭。最终他们在大厅发现了昏迷不醒的道奇，洛哥想要将他带回警亭，可回声钥匙还在艾丽手上。洛姐提出将他扔进黑暗之门，随后还叫来了同学们帮忙。众人按照计划来到了黑暗之门的面前，接着用钥匙打开了大门。很快一颗颗子弹射了出来，兄妹2人连忙将道奇扔入门中。看着道奇慢慢被吞噬，大家才终于放心地关上了门。一切似乎就这样结束了。唯一遗憾的是，艾丽自从那晚就失踪不见了。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时间回到12小时前，道奇利用易容钥匙将艾丽变成了自己的样貌，并且在当时屋内混战的时候，
将艾丽拖进了楼下，自己则易容成同学小白的样子，目的就是引诱他们打开黑暗之门，让发光的子弹击中他们。结果其中一个女孩真的被打中了，这下道奇在人间有了同类，他们注定会再次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1775年的马西森小镇，3个御林军为了逃命躲到了一处海石洞，他们机缘巧合之下打开了通往异世界的入口，看着面前深不见底的蓝色漩涡，3人都没有轻举妄动。这时漩涡里突然射出金色子弹，好在上尉身手敏捷躲开了，子弹则撞在墙上跌落在地，化成一小块金属。上尉还没来得及深究，手下就听见洞外传来追兵的声音，3人立马躲在岩石后面准备偷袭他们。赶来的追兵被蓝色漩涡吸引了目光，导致一开始被御林军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御林军很快就被干掉一个重伤一个。这时漩涡里又射出一颗子弹，刚好射中了重伤的士兵。上尉本以为他会死，却不料士兵反而像打了激素，瞬间变得力大无穷，不惧疼痛。追兵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眼看局势即将失控时，追兵抬手2枪将他打进了漩涡里。一旁的上尉陷入了沉思，只剩一人的他肯定无法突围出去，于是上尉干脆站在漩涡面前，主动让金色子弹射进自己的体内。战斗力暴增的上尉直接推开追兵冲了出去，但不料洞口还有2名守卫，他连中3枪，瞬间失去行动能力，倒在了地上。之后上尉被锁在一个警厅，等待着起义军对他的审判，可他却不慌不忙地在审判前写着日记，大致意思是海石洞里有2个世界之间的大门，蓝色漩涡里有着无数的恶魔，如果被金色子弹射中，那么就会被恶魔附身，没有附身成功的则会变成一块金属材料，终有一天恶魔大军会降临地球，铲平这个不完美的世界。第二天，上尉迎来了他的审判，由于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起义军对他判下了死刑，但上尉的脸上却丝毫不怕，还叫嚣着这并不代表结束，而是一场新的开始。一旁的判官不想再听他妖言惑众，直接踢开板凳，结束了他的生命。不久后，洛克家族的人来到了海石洞，他们当即决定遮盖这个入口，但显然正常的手段是行不通的。2人谈话间，一颗金色子弹射了出来，随即掉落在地，变成一块金属。小伙好奇地捡了起来，听见这块金属发出阵阵低语，而一旁的妹子却听不见。隔天，小伙将金属融化，准备打造出一把钥匙和锁。原来他从金属中听到，只要将其冶炼成锁和钥匙，就能封印异世界的入口。随着小伙滴入自己的鲜血，世界上第一把魔法钥匙就此诞生。最终他用欧米伽钥匙锁住了通道，但他的野心不止于此。之后他用金属先后锻造了10多把魔法钥匙，可以让人拥有翅膀的飞行钥匙，拥有控火能力的火焰钥匙等等。直到300年后的某天，洛克家族的长子不仅将钥匙分给朋友娱乐，还意外打开了黑暗之门。有2个恶魔趁机附身在人类身上，他们潜伏在人类社会当中，伺机抢过所有钥匙后清扫这个世界。而洛克家族的人对此浑然不知，甚至还享受着魔法钥匙带来的好处。洛姐用着头脑钥匙在自己的脑海里干着凡人做不了的事，洛哥则用这把钥匙帮女友轻松通过各种考试。洛克则喜欢带着大力钥匙抬沙发娱乐。这天，洛姐收到同学的邀请，参加电影的首映，于是她带着男友一同来到现场，却不知道男友就是一个恶魔。她用易容钥匙变成小白的样子，等待时机给洛克家族致命一击。另一个恶魔则附身在同学小美身上，她也一同来参加了首映。但无聊的电影让她如坐针毡，她随即来到前台准备买点吃的，可服务员见她身材姣好，便对她出言不逊，却不料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。女孩的同伴察觉到不对，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？她起身离开影厅，来到大厅寻找着同伴的身影。在前台下方，她看见了正津津有味吃着爆米花的小美。Get up! Get up! The movie's almost over. We need to clean up and get rid of him now! Now, Eden! Get up! 2人立马拖着尸体离开。这一幕刚好被洛妈撞见，她亲眼看见2人拖着尸体走进了门内。可等她打开门时，里面却是影厅的2号通道。她迷茫地站在原地。这时，小白从旁边的男厕所走了出来，他故意上前和洛妈打招呼。洛妈结巴地描述刚才的所见，但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从男厕所走了。小白见状，露出胜利的微笑。原来刚才他使用任意门钥匙，直接通往了他的住所，再用钥匙返回男厕。毫不知情的洛妈当然一脸蒙圈。洛姐这时走了出来，责怪小白没有跟自己看电影的大结局，然后拉着他去往下一场的庆祝派对。小白在没人的地方掐住小美，警告她控制自己，不要搞砸了他的计划，否则他真的会出手杀了小美。接着找到洛姐，表示自己不太舒服，需要先行离开。实则回到住所，准备自己锻造一把恶魔钥匙。恶魔钥匙可以控制人类变成自己的手下，壮大了队伍才更有信心抢夺其他钥匙。此时另一边的洛哥找到洛姐，说明了自己女友记忆正在消失的事情。原来当人类成年后，就会忘记关于魔法钥匙的一切，哪怕上一秒刚使用过，下一秒就会忘得一干二净。还有3个月女友就18岁了，洛哥害怕她像母亲一样遗忘魔法的事，并且他俩也快成年了。2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上一批钥匙守护者，为什么他们没有遗忘？兄妹俩决定询问沃斯，哪怕他现在患有老年痴呆，可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。小白这边找到一个龙套男，
他将钥匙插进对方体内，但结果却不尽人意。男人很快在他们面前化作一滩黑水，钥匙明显锻造失败了，而且现在他的手上只剩住一把钥匙的材料，绝对不能再出错了。于是他假借约会的机会，试图从洛姐口中套出方法。可洛姐才刚接触钥匙几个月，加上父亲还没告诉他们就去世了，导致洛克一家根本不知道这么隐秘的事情。于是隔天，小白来到钥匙屋，提了一大袋的零食。洛克见状兴奋不已，当即邀请小白进屋做客。察觉到家里只有洛克一人，他的嘴角不免微微上扬，因为他想到了怎么得知锻造钥匙的方法。人通常是怎么发泄负面情绪的？有人喜欢暴饮暴食，有人喜欢运动发泄，而这个小男孩不太一样，他喜欢破坏。看着饭碗碎成渣渣，他和小白兴奋的手舞足蹈，随后把碎片倒进柜子里。等再次打开时，碎成渣的碗竟然恢复如初，这也是洛克为什么敢肆无忌惮搞破坏的原因。等他将碗放回原位后，小白开口说玩累了想回去。洛克当然还没尽兴，提出玩其他的魔法钥匙。小白闻言心中暗喜，趁机说出想试试灵魂钥匙。毫无防备的洛克当即将钥匙交给他，小白则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随即他用钥匙打开了大门，在踏出屋外的那一刻，肉体和灵魂瞬间分家。达成目的的小白没有犹豫，第一时间飞向洛克家的墓园，看见了他们的一名祖先，表明自己是洛姐的男友后，他便询问铸造魔法钥匙的步骤，准备在洛姐生日当天送出亲手锻造的钥匙。祖先似乎没有怀疑，表示铸造时需要一直想着赋予钥匙的用途，全程不能有一丝放松，最重要的是必须加入一滴自己的鲜血，这样就能铸造出魔法钥匙。得知了铸造方法，小白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肉身，立刻着手准备铸造钥匙。在滴下几点鲜血后，小白紧张地等待钥匙成型，但突然熔炉发生爆炸，将整个房间炸得粉碎。因为两人都是恶魔，所以并没有受到伤害，可这却激怒了小白。他不明白为什么洛家祖先要骗自己。他再次来到钥匙屋，从洛克手上借走灵魂钥匙。这次还没等他开口，祖先就知道他来的目的，并表示自己就是故意的。原来他第一眼就识破了小白恶魔的身份，因为恶魔的背上会附有寄生虫，而钥匙除了洛克家族的人，其余外人是无法锻造的。小白虽然气愤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灰溜溜地离开，另想办法。此时的洛姐对此浑然不知，她正和洛哥一起前往疗养院，试图在沃斯身上找到让成年人记住魔法的办法。她将头脑钥匙插进沃斯脖子，属于沃斯的脑海之门瞬间出现，两人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。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沃斯的灵体居然在这里，所以他会患上老年痴呆。在洛姐说明情况后，他们将灵体带了出去，这下沃斯不再有缺陷，也恢复了神智。他们回到了钥匙屋，洛姐本想询问保留记忆的事情，但沃斯却严肃地让他们销毁钥匙，因为他曾经的挚友为了钥匙接二连三的死去，他不想洛家兄妹重蹈覆辙。洛姐肯定不愿意，于是他不仅没得到方法，还和沃斯谈崩了。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成为沃斯主动妥协的契机。这个男孩只是掰断了模型屋里的小床，却发现自己房间的床真成了两半。他掀开模型的房顶一看，这个模型和他住的房子完全一样，甚至他还能看到缩小百倍的哥哥躺在床上。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，他让同学往模型里面放一颗软糖，随即他便感受到身后传来一股冷风，转过身一看，一颗比他还高的软糖立在面前。洛克轻轻咬了一口，味道完全没有变化，两人对此都兴奋不已，全然没注意到一只蜘蛛爬进了模型。没过多久，洛克准备起身上厕所，却发现门怎么也打不开，他以为是哥哥的恶作剧，转身就带上插有大力钥匙的腰带。等他打开房门的时候，竟发现屋内布满了蜘蛛网。他找到哥哥，洛哥对此也是一脸蒙圈。两人走下楼梯，发现整个客厅几乎全是蜘蛛网。就在他们不明所以时，身后突然冒出一只3米长的大蜘蛛，两人吓得拔腿就跑，还顺便拉走了刚好出来看热闹的艾丽。艾丽直呼是袖珍钥匙，还没等他说完，蜘蛛就从其他窗口窜了进来。四人吓得随手拿起东西就打他。洛克趁机掀起桌子，暂时挡住了他的进攻，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几人很快就被堵在了杂物间。洛克连忙打电话给同学，让他弄死模型屋里的蜘蛛。随后一支铅笔从天而降，戳死了蜘蛛，摆脱了性命之忧。洛克才终于道出事情的缘由。2天前，待在家里的洛克突然听见钥匙的低语声，他顺着声音来到了书房，在一块望远镜里发现了钥匙，但却迟迟没找到对应的锁孔。直到第2天他去同学家玩耍时，发现同学家里有个袖珍钥匙屋，听说是他父亲喜欢搞收藏淘来的。洛克立马尝试插入钥匙，没想到钥匙屋瞬间亮了起来。他掀开屋顶，发现内部构造和家里一模一样，于是他将钥匙留给了同学，却不料险些闯下大祸。但好在危机解除，没有造成伤亡，洛哥也就没责怪他。然而邓肯刚想继续追问，突然眼前一阵模糊，他就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。艾丽本来想问他还记不记得以前那个袖珍屋，不料邓肯因为记忆混乱勃然大怒，大喊你能不能不要跟我装熟了。说罢便转身离开，这让艾丽产生了动摇，转头就找洛哥他们借钥匙。他想恢复邓肯失去的记忆，于是洛姐拿出了邓肯的记忆瓶，他们早就有这个打算了。
只是一直不知道方法而已。随后他们找到了邓肯，先是给他插入头脑钥匙，将记忆瓶放回他的脑海，接着按照艾丽的方法一顿操作，邓肯也如愿的恢复了记忆。就在大家沉浸在喜悦中时，洛姐突然跑进房间，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Gabe is Dodge, and Eden's a demon. That's not possible. Well, I saw it in Eden's memories. We threw Dodge into the black door. It wasn't Dodge. But then who was it? 女孩第一次和男生扳手腕，但她却一点也不紧张，甚至还戏谑地盯着对方。这一下子就激起了男孩的胜负欲，眼看就要扳倒女孩时，女孩的嘴角突然微微上扬。男孩满脸不可思议，在那一瞬间，他仿佛感觉对面不是一个娇滴滴的女孩，而是充满力量的野兽。此时胜利的小美有些兴奋过头，她拿起一瓶威士忌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演了一场龙吸水。这让一旁的洛姐心生疑虑，她主动找到小美，表示自己男友说再给你补课是真的吗？小美愣了一下，当即发出肯定，自己西班牙语不太好，所以拜托她帮自己补了2天。洛姐闻言脸色大变，她的男友可不是这样说的。2天前，洛姐路过房间时，意外看见男友和小美独处一室，两人都结巴的胡言乱语，这显然引起了洛姐的怀疑。第2天，小白就来到洛姐家里，向她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，表示小美数学太差，自己只是帮她补课，不然她随时都有被退学的风险。在小白极力的解释下，洛姐最终相信了他。本以为事情就会到此为止，不料在隔天的派对上，洛姐发现两人都在撒谎。为了查出真相，她找到男闺蜜小黑，说出自己要对小美使用头脑钥匙，希望她能帮自己望风。随后，洛姐灌醉了小美，将她带到了空无一人的房间。等小美酒精上头昏睡过去时，她立马将钥匙插进对方的脖子。属于小美的灵体和脑海之门瞬间出现，她打开箱子，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小美的脑海。里面的摆饰犹如一个高级商场。洛姐没有犹豫，立马开始寻找关于她和小白的记忆。此时屋外有同学想进入房间，小黑立马出来拦截。虽然成功将同学给支开，但他却十分紧张。如果还有人想进来，他还拦得住吗？他连忙进入房间想通知洛姐，却发现房里躺着2个小美。他立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于是进入小美的脑海找到洛姐。洛姐却递给他看小美的记忆，是他们打开黑暗之门时，恶魔附身她的过程，以及小白就是到其所变的真相。洛姐又惊又怒，自己交往了几个月的男友，居然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恶魔道奇。这时小美脑海中的情绪察觉到了危险，纷纷朝他们走来。两人靠着火焰钥匙破开包围，最终顺利的逃了出来。知道真相的洛姐决定发起反击，她回到家里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家，众人立马准备设下圈套弄死小白。洛姐打电话给小白，表示邓肯恢复了记忆，让他来一起给庆祝庆祝。小白闻言求之不得，他一直在为铸造钥匙的事情发愁，既然邓肯恢复了记忆，那他肯定就会这方面的事。于是小白单独留下回声钥匙，带着其他钥匙来到了钥匙屋。小白被带到了楼上，小美则被引到厨房。除魔计划的第一步正式开始。男孩拿起一颗葡萄，非要给面前的美女表演魔术。他将葡萄放在左侧的杯子，接着双手不断来回滑动，然后让小美猜葡萄在哪里。他不耐烦地指了指中间。You lose. 这时一个罩子从天而降，将他困在了里面。原来这都是洛克的计划，他表演魔术吸引注意，再由同学从袖珍屋里困住小美。小美此时也意识到自己上当，便疯狂地砸着杯子。洛哥不由得发出赞叹，毕竟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袖珍屋的魔法功能，解决了一大恶魔。洛哥连忙上楼查看其他人的情况，只留下洛克独自看守。小美并不打算坐以待毙，她不断用拳头击打杯子。洛克原本还不屑一顾，但随着一块裂缝的出现，事情似乎超出了预料。这时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，同学的父亲进入房间，看着女儿把手伸进古董屋里，便对她进行呵斥。女孩被迫松开了杯子，小美这下反而成为猎人追赶洛克。同时楼上的洛姐和洛哥也不顺利，一开始都压制着小白，谁知小白突然掏出锁链钥匙，哪怕洛姐有大力钥匙也不是对手。最后他绑走了邓肯和洛克，用任意门钥匙扬长而去。小美则被他当成弃子，一脚踹至门外。被队友抛弃的小美只能独自逃命，慌乱中遗落了外套。洛姐从外套里翻出了许多外卖单子，从而得知了他们基地的位置。可惜这时小白已经以洛克为筹码，威胁邓肯成功锻造了恶魔钥匙，材料还是邓肯自己出的。随后小白拉来一个同学做实验，结果实验十分成功，同学变成了恶魔仆人。小白一高兴就放了邓肯和洛克，逃出来的两人刚好碰见洛家兄妹。可是已至此，他们还能是小白的对手吗？仅仅过去1天，小白的手下就扩张到了10多个人。洛姐只能寻求外援，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几个朋友，但还是架不住力量强大且人数众多的恶魔仆人。最终洛姐被带到了小白面前，原来小白已经爱上了洛姐，希望她能自愿加入自己的队伍。不到迫不得已，他不想使用恶魔钥匙。这一幕被赶来的洛克看见了，他连忙拉响警报，制造混乱救出了姐姐。但另一边的洛哥却倒霉了，
他发现女友居然被控制，看着心爱的女人变成了恶魔，洛哥非常的痛苦。他急忙回到家中，想再造一把钥匙把女友变回人。最终，他在父亲的帽子里找到了仅剩的一颗材料，在邓肯的帮助下锻造出了阿尔法钥匙。与此同时，洛家祖先也出手相助，告诉了他们一把隐藏最深的钥匙藏在何处。38度的大夏天，面前的杯子居然结起了冰霜。女孩端起杯子，冰凉的触感告诉她这不是幻觉。她连忙来到卫生间，洗了一把冷水脸清醒一下。可等她刚抬起头，镜子上竟然也逐渐被冰霜覆盖。她用手来回擦了2下，这究竟是灵异事件，还是有人想告诉她什么？洛姐将这件事告诉小黑，还没等两人商量出对策，旁边壁炉里的火突然熄灭，木柴上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。小黑直呼见鬼了一样，洛姐立马想到了洛家祖先，难道是他想告诉自己什么吗？于是洛姐抬头呼喊祖先，没想到祖先真的给出了回应，地上结起一串冰霜，似乎是在给他引路。洛姐将信将疑地走进壁炉之中，没想到居然在里面找到一条背带，但这又有什么用呢？两人来到洛家墓地，因为弄丢了灵魂钥匙，洛姐没办法和祖先直接沟通，希望祖先能给出更详细的指示。话音刚落，身后的树林中飞出无数只小鸟，它们停留在一个小木屋上方。洛姐根据指引找到了一把翅膀钥匙，而这把钥匙将会成为之后大战的关键道具。临走前，她对着天空大喊感谢祖先，祖先则在虚空中默默地给他们加油。同时，洛哥这边也锻造出了阿尔法钥匙，他信心满满地跟踪女友，最后在一片小树林里堵到了她。洛哥假意投降，表示想加入恶魔的队伍，趁着女友分神的间隙，将钥匙插入她的体内。女友发出痛苦的嘶吼，接着就跪在了地上。原来阿尔法钥匙锻造成功，但杀死恶魔的同时也会杀死宿主。洛哥气得要拿阿尔法钥匙和小白决一死战，可小白的恶魔仆人众多，这样贸然前去无疑是自投罗网。洛姐让哥哥不要冲动，因为他已经有了周全的计划。另一边的小白也没闲着，他用恶魔钥匙已经控制了好几十人。他吩咐几个人去找小美并干掉她，其他人则去钥匙屋干掉除洛姐以外的所有人。好巧不巧，此时洛姐居然找上了门。小白见状以为她妥协了，想加入自己的队伍，却不知道洛姐只是在拖延时间，好让洛哥他们潜入别墅偷走恶魔钥匙。洛姐也是直性子，当场表示自己永远不可能与他为伍，接着站上高台一跃而下。Are you kidding me? 就在小白震惊之余，他的手下发现了潜入的洛哥，小白连忙带上阴影之冠反击，不料洛姐突然折返抢走了皇冠。这时洛哥他们也来到藏恶魔钥匙的地方，邓肯掏出火焰钥匙巨门，他俩则分别拿着阿尔法钥匙和大力钥匙，和恶魔仆人展开战斗，但奈何恶魔实在太多，小白也恢复了本体到齐的样子，亲自坐镇。危急关头，邓肯吓得大喊快住手，没想到那些恶魔真的停了下来。邓肯愣了几秒，立马意识到恶魔钥匙由自己锻造，且含有自己的鲜血，所以他才是优先操控者。趁着恶魔拦住道奇的时候，邓肯也锯开了保险柜，顺利拿出了恶魔钥匙。道奇恼羞成怒，直接掏出植物钥匙摧毁别墅。好在洛哥他们手脚麻利逃了出来。然而这时洛姐却突然折返，要和道奇做个了断，结果还没开始就被道奇用锁链钥匙给制服，现场十分尴尬。眼看洛姐命丧黄泉之际，洛哥居然从背后用阿尔法钥匙捅死了她。在别墅坍塌的最后一刻，两人靠着翅膀钥匙飞了出来。可没过多久，废墟中爬出一道身影，居然是卢卡斯。原来他是靠回声钥匙复活，所以附身他的道奇死后，卢卡斯就回来了。没有了恶魔危害世界，洛克准备将所有事情坦白给母亲，并用记忆钥匙唤醒了他遗忘的事情。洛哥则因为女友的死亡，打算独自出去旅行一段时间。至此，除了任意门钥匙和回声钥匙，其余所有钥匙都已回归。而这2把钥匙恰好都在小美身上。还记得小白派出手下想干掉小美吗？他们不仅没有解决小美，反而将任意门钥匙落入了她的手里，回声钥匙则一直藏在据点。小美顺势也就拿走了。有了这2把钥匙，她当然不会坐以待毙，当晚就来到了警亭，随即复活了一个恶魔，而这个恶魔正是300年前的上尉。在从小美口中了解了这个世界后，他却反手将小美扔入井里，自己拿着任意门钥匙离开。这是一个会魔法的女人，只见她将钥匙插入雪景球，随着她的转动，原本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下子就变成了漫天飞雪，和雪景球里的景色一模一样。就在她和儿子震惊不已时，却不知道有2个恶魔被他们释放了出来。恶魔被困在雪景球里几百年了，如今终于有了脱困的机会。他们冲入屋内推倒洛妈，逼迫她交出钥匙。意识到来者不善，洛妈立即起身拔下了插在雪景球上的钥匙，但俩女人却没有如她预料般的消失，反而洛克被困在了里面。他们用武力胁迫洛妈，最终在她身上搜出了雪景钥匙。可还没等他们杀人灭口，他们就感受到了一股召唤，急匆匆地离开了钥匙屋。洛妈赶忙来到门外，呼喊着儿子的姓名，
但此时的洛克根本没在现实世界，而是被困在了雪景球里面。他试图打开门窗进入屋内，可这根本无济于事。在如此寒冷的地方，洛克坚持不了几天。很快，洛姐回到了家中，得知了事情的经过，她并没有慌张，而是立刻带上武器和妈妈去寻找那2个恶魔。此时受到召唤的恶魔来到一片树林，竟在这里看见了他们的主人——恶魔世界的王。虽然不知道他何时来到这里的，但也不妨碍他们继续效忠于王。随后3人来到井亭，王表示自己就是在这里复活，所以不能再踏入进去，需要他们帮自己从井底拿上来一个东西。2人没有犹豫，用力掰弯护栏进入井亭，再从里面取出一根绳子，顺利的来到井底。井底下方空空如也，只有一具女孩的尸体。恶魔从他的口袋里搜出一把钥匙，而这就是王所需要的东西。他命令2人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他要得到剩下的所有钥匙。2女面面相觑，因为他们知道钥匙全都在洛克家族的人手里，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。此时洛杰也在森林中发现了他们的帐篷，但没在现场发现任何线索。2人只好先行回到钥匙屋，却不料在屋内撞见了他们苦苦寻找的恶魔。双方立马爆发了战斗，洛杰使用大力钥匙暂时拦住了2人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其中1人很快脱困来到了楼上。洛妈听见动静后拿出镜像钥匙，打开了镜像世界。这时恶魔也破门而入，看见了镜子上的钥匙，可等他走到跟前时，发现镜子中的自己居然在蛊惑他走进去。还没来得及多想，洛妈突然出现将他推了进去。失去了同伴的恶魔不再具有威胁，洛姐和妈妈合力将他拖到了楼上，随即搜出他身上的雪景钥匙。洛姐则用力一甩，将他扔进了镜子里。随着洛姐拔下钥匙，一场致命危机就此结束。洛妈拿出雪景球，迫不及待地将钥匙插进去，屋外再次变成漫天飞雪的景色。奄奄一息的洛克则被他们拖回了屋内。这一幕刚好被屋外的王尽收眼底。虽然这次的行动失败，但却没有让他退缩。望着手里可以让人复活的回声钥匙，以及带传送功能的任意门钥匙，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新的计划。然而就在他捏紧钥匙下定决心时，地面突然裂开，并从里面散发出阵阵蓝光，而下方正是属于他的异世界。他不可思议地看向手掌，显然只要聚集足够的钥匙，他就能直接打开异世界的入口。传说只要将带有魔法的钥匙插入井亭的大门，就能复活已经死去的人。男人站在门口喊了一声詹姆斯，顿时一个和他穿着相同衣服的人凭空出现。接着男人又喊了一声科菲，第2个死去的同僚也复活了。面对2人发出的提问，男人没有解释，而是阻止他们走出井亭。从包里又掏出一把钥匙，这次他用钥匙打开门后，出现了2人无法理解的现象：井亭的大门和柜子竟然互通了。2个士兵不可思议地走出井亭，迫不及待地询问真相。男人告诉他们，如今距离他们死亡已经300多年了，自己是靠魔法钥匙把他们复活的。但詹姆斯却半信半疑。And who the hell are you? You're a captain. And something more. 随后他们在森林里安营扎寨，为了让曾经的手下相信自己，他拿起匕首让詹姆斯去捅科菲。可惨叫声过后，科菲居然毫发无伤地站了起来。这就是他们被复活后的好处，只要不回到井亭，他们几乎处于不死之身。见识到了魔法钥匙的威力，2人也就相信了上尉，毕竟300年前他们也是上尉的手下。有了干活的打手，上尉开始准备抢夺钥匙的计划。他们来到钥匙屋外，监视着洛家的一举一动，发现刚好有人举办婚礼，是邓肯叔叔今天结婚。所有人都忙前忙后，洛哥也从外地赶了回来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洛克居然又发现了一把钥匙，而这把钥匙恰好对应了面前的时钟。他随手拨弄了上面的数字，时钟瞬间运作起来。洛克眨眼间穿梭到了300多年前，在这里看见了自己的先祖。他刚铸造了一把小丑钥匙，专门用来存放钥匙。躲在一旁的洛克不禁对此发出赞叹。在表明自己的身份来历后，先祖感到不可思议。还没等洛克多说2句，周围灯光突然开始闪烁，下一秒他就回到了现实。旁边的同学一脸蒙圈，因为刚才洛克突然消失不见，3分钟后又回来了。洛克正准备再次尝试时，恰好邓肯叔叔路过这里，他一眼就认出洛克手里的时光钥匙。他警告洛克不要动用该钥匙，并将钥匙交给了洛妈。随后几人出门准备婚礼，全然没注意到楼上有人注视着他们。上尉带着手下开始全屋搜查，可最终只找到一本笔记和一把植物钥匙。根据笔记上的记载，发现剩余的钥匙全都在一个柜子里。为了不弄出动静，他们只能偷偷撬锁，却不料被刚好回来的洛哥看见。洛哥立马和他们扭打起来。听到动静的洛姐也赶了回来，她用锁链钥匙轻松制服了2人，但不小心被上尉偷袭。趁着他们的支援还没到，上尉连忙用任意门钥匙逃跑。很快众人发现植物钥匙丢了，当务之急是找一个新的地方存放钥匙。洛克想到了小丑宝箱，他来到地下室，找到了先祖曾存放钥匙的箱子，可他们现在没有这箱子的钥匙。第2天，焦头烂额的洛克突然听见钥匙的呼唤，他顺着声音在一张扑克牌上找到了小丑钥匙，似乎是认为钥匙安全了，
洛克居然又打起了时光钥匙的主意。他在妈妈房间到处翻找，最后在一个包里找到了钥匙。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时钟，想拨弄时间到父亲活着的日子，却不料这东西根本不受控制，直接将他传送到当初和道奇大战的日子。得意忘形的洛克直接说出了结局。道奇意识到情况不对，直接变回了本体，试图抢夺他的时光钥匙。关键时刻，洛克回到了现实，可他却发现时钟里的沙漏居然转了过来。还没等他弄清楚原因，道奇居然从旁边走出，万万没想到他也被带了回来。他抓着洛克来到灵魂之门面前，灵魂出窍有多容易，只需要跨过面前的门，灵魂和肉体就会分离。紧接着女人也跟着走了过去，但她没有去追洛克，而是转身钻进洛克的肉体。等洛克反应过来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随着道奇关上大门，洛克成为了孤魂野鬼，而道奇将用他的肉体颠覆这个世界。第二天，道奇如往常一样吃着早饭，虽然食量大增的让成年人都汗颜，但洛杰也没多想，只当他是心情不好而已。可就在几人聊天时，道奇突然发现杯子上起了冰霜，他意识到是洛克在捣乱，随即用力摔烂了杯子，还解释杯子上有一只虫。看洛姐他们没有起，道奇才放心的跑到外面，朝着空中大喊，如果他再敢发出警告信号的话，那自己会杀了他的家人。洛克见状敢怒不敢言，他的调皮似乎换来了一场灾难。随后道奇跟着洛妈去聚餐，途中突然听到一股莫名的召唤，他借口上厕所匆忙起身离开，实则寻找召唤自己的源头。他一路穿梭，最后竟然走出了餐厅，在一条河边看见了召唤他的人，同样是附身在人类身上的恶魔，但上尉体内的恶魔显然地位极高。他拿出抢夺的3把钥匙，没错，他要道奇想办法偷走剩余的钥匙。如今他附身在洛克身上，是最容易拿到钥匙的人。洛克也没有反驳，毕竟谁不想拥有钥匙的力量呢？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上尉对这些力量不屑一顾。他握紧3把钥匙，地面上立即出现一条通往异世界的裂缝。他想将自己的世界完整搬到地球来，只要能集齐所有钥匙，他就能打破2界的界限。随即上尉将洛克的笔记本交给他，上面记录了钥匙存放的地方。回家后的他立刻打开存放的柜子，可里面却空空如也，显然钥匙被转移了地方。郁闷的道奇刚回到房间，就发现洛妈一脸惶恐。原来他发现了道奇的肉体，他立马撒谎自己本想用时光钥匙去阻止道奇，结果被他给抓住了，所以不小心带着他一起回到了现实。然后他就突然倒地没了呼吸，也许是因为他不该存在于这个时间点吧。洛妈对他的行为十分生气，直接没收了他的钥匙，随后将这件事告诉给洛哥和洛姐。3人都觉得事有蹊跷，他们来到楼下，用时光钥匙打开时钟，但鉴于对这把钥匙完全不懂，洛姐准备询问一下邓肯，可邓肯刚好度蜜月没有接听电话，他只好给语音信箱留言。楼上的道奇则坐立不安，刚想溜出去，背后却传来上尉的声音。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今晚如果还没拿到钥匙，他将正面交锋进攻钥匙屋。给道奇下了最后通牒后便离开了这里。道奇实在没办法，他直接掰断游戏机，然后表示想借用一下复原钥匙。洛姐没有答应，而是说自己会帮他复原。洛妈则趁机支开他，来到厨房要给他做宵夜。洛姐2人来到楼上，发现道奇的肉体有些滚，不太像死去的样子，反而跟失去灵魂的模样差不多。话音刚落，墙壁上突然出现一大片冰霜，这是鬼魂在给他们传递信号。显然这个鬼魂就是洛克。此时楼下的道奇也很急躁，他抽出一把菜刀，决定使用武力抢夺钥匙，走到妈妈的身后。Enough of this bullshit. Give me the key to the chest. Bodhi, stop! I'm not your dumbass little... 危急关头，一根铁链飞来将他捆住。是哥哥他们赶来了，他们已经知道弟弟的肉体被道奇霸占，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他推入灵魂之门，让弟弟洛克的灵魂重新归于肉体。然而等他们打开门时，却发现外面布满了藤蔓，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道奇却明白是上尉带着植物钥匙来了，他们掀开窗帘一看，果然是上尉用钥匙封锁了出口，只留下前门可以进出。道奇警告他们，如果让上尉夺走所有钥匙，那他将会摧毁这个世界，自己愿意出手帮助他们。但众人显然不太相信，毕竟道奇和上尉属于一丘之貉，而道奇却表示他喜欢这个有血有肉的世界。他如今第一想法是干掉上尉，他们必须合作才行。画面一转，洛杰打开了小丑宝箱，他们要合理使用魔法钥匙，才有可能打败上尉他们。上尉这时也闯进了屋内，他让科菲去2楼搜查，詹姆斯则陪自己在1楼搜。然而就是这顿指挥，让洛哥知道了詹姆斯的名字。随即他用音乐钥匙操控詹姆斯自己跑向警局。洛妈趁着上尉分神之际，试图用锁链钥匙绑住他，却不料上尉力量实在太大，不仅挣脱了束缚，反而将洛妈一把扯在墙上撞晕了过去。洛哥听到动静，刚想再操控上尉，却被上尉一巴掌拍烂了音乐盒，这导致詹姆斯在踏入警亭的最后一刻恢复身体的控制。没有了钥匙傍身，洛哥很快就被逼到了墙角。此时楼上的洛杰也不太顺利，虽然他有大力钥匙，但仍然不是科菲的对手。他挣扎地爬入房内，
眼看命悬一线之际，道奇突然身带翅膀破窗而入，一翅膀就打翻了他，然后提着科菲前往警亭。由于他是从警亭里复活，所以再回去的话会瞬间化为灰烬。随即道奇返回屋内，准备搀扶洛姐一起下楼。可洛姐因为脚踝受伤，实在没办法行走，她只好将阿尔法钥匙给道奇，这是唯一能杀死恶魔的钥匙。如今的她只能选择信任道奇。不料道奇刚飞出去，就被一枪打中，掉落至地面。原来是上尉开的枪，他正准备干掉这个叛徒。道奇立马开口，自己身上有魔法钥匙，但依旧阻止不了上尉杀他的心。关键时刻，洛哥和洛妈跑了出来，表示愿意交出所有钥匙，只求别伤害弟弟的肉体。随后几人被带到了屋内。楼上的洛姐此时接到了邓肯的电话，告诉他关于时光钥匙的事。时钟上面的沙漏是个保险装置，一旦流沙流光后，凡是被带到现实的东西都会湮灭，以此避免悖论出现。这将意味着道奇会在之后消失不见。这时楼下的上尉刚好拿到宝箱，似乎胜利的天秤已经向他倾斜，但他不知道还有一把阿尔法钥匙在道奇身上。这下不仅没有干掉上尉，唯一可以试魔的钥匙也落入他手。上尉一脸兴奋地握紧钥匙，顿时地面裂开一个大洞口。洛姐几人见状立马逃跑，上尉对此毫不在意，他加大力度试图让恶魔世界降临地球，可能量始终差一丢丢。他意识到还有一把钥匙没有掌握，然而此时的洛姐几人早已跑远，他们来到了艾丽家中，商量着接下来的计划。另一边的詹姆斯经过调查发现，有个男人和洛妈关系极好，于是他来到男人的工作地点，试图逼问出洛妈他们的下落。在给了他一巴掌后，直接开枪射穿他的肩膀。看见不远处还有个小女孩，詹姆斯兴奋地挟持过来。如果他带自己去找洛妈几人，那自己就不伤害他的父亲。女孩只能被迫点头答应。随后洛妈接到男人的电话，知晓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在得知他们正朝这赶后，洛妈立马告诉了大家。可在知晓对方的目的是钥匙时，众人都有些蒙圈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还有一把钥匙。但当务之急还是商量出即将面临的危险。很快詹姆斯带着女孩来到了这里，洛姐和洛哥没有反抗，并说钥匙藏在了钥匙屋，他们也愿意提供藏匿地点，前提是放过女孩。想着女孩似乎也没用了，詹姆斯便释放了她。随后几人回到了钥匙屋，这时洛姐突然发现旁边的水池结起了冰霜，显然这是洛克给出的信号，他似乎有了自己的计划。很快兄妹二人被带到了上尉面前，洛哥坦诚地说钥匙在墓园里，但必须要成为灵魂体才拿得到。就在洛哥给他们指明路线时，一只麻雀突然飞了进来，直冲冲地撞向灵魂之门。洛姐正一脸蒙圈之际，麻雀突然复活站了起来，她不确定地喊了一声洛克，麻雀立马吱吱回应，她瞬间明白了洛克的计划。此时洛哥也刚好说完，上尉迫不及待地将詹姆斯推入门里。此时屋外传来车鸣声，在趁着上尉出门查看的时候，兄妹二人立马割断绳子，他们需要抢回动物钥匙，配合洛克变回人类。屋外的上尉被洛妈和艾丽一顿痛扁打回了屋内，四人呈包围之势夹击上尉。这时房顶突然冒出一群麻雀，他们疯狂捉向上尉。洛哥趁机扯下他装钥匙的口袋，接着随手抓了几把。洛姐则拿起动物钥匙，打开狗洞入口，屋外的一只麻雀立马从洞口飞了进去，随即洛克就恢复了真身，一家人高兴地拥抱在一起。然而身后却传来一声惨叫，原来是艾丽的儿子被挟持了。艾丽当即说出知道最后一把钥匙的下落。此时詹姆斯的灵魂也回来了，于是洛克一家成为了阶下囚。艾丽则坦白了最后一把钥匙在他的朋友高登脑中。洛姐几人震惊不已，他们居然对此全然不知。上尉可不管这些，除了头脑钥匙和小丑钥匙，其余的都被他放进了小丑宝箱，然后拉着艾丽前往目的地。洛姐一家则被詹姆斯关了起来。就在洛姐撬锁时，詹姆斯突然开门而入。 It's okay. It's me, Sam. 原来这是洛克和山姆的计划。消失了2季的山姆不仅重回战场，还因为洗心革面决定帮助他们。虽然山姆曾杀害了洛爸，但眼下的局面不得不留下他。于是洛克母子在家里想办法打开宝箱，其余人则前往高登家里。男人在纸上画了一头蜥蜴，那蜥蜴发出闪闪的亮光后，居然活了过来。他好奇地环顾四周，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一旁的男人不仅不害怕，脸上还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他伸手想去触碰，蜥蜴却发狂般地向后跳去，一个滑铲稳稳落在最远处的凳子上，嘴里还喊着自己的台词。除了画出他的男人，其余同伴表示必须让这怪物消失。然而就在他们提桶准备捕获时，同学高登走了进来，听见衣架那边有动静，高登好奇地走过去，其他人根本拦不住。接着他就看见了科学无法解释的一幕。 Be not afraid. The isle is full of noises. What the hell? What is that thing? 趁着怪物被困住时，
他们拿起神笔钥匙点了一下他的尾巴，怪物瞬间消失不见。面对高登发出的疑问，众人还想搪塞过去，但高登可不傻，他知道自己看见的是什么，见完不过去了。众人只好向他坦白魔法钥匙的事。其中一人拿出头脑钥匙，随着插入高登的脖子，他的灵体和脑海之门也随之出现。眼前的一幕让他十分震撼，更加强了他探索真相的心。可进入高登脑海之后，几人却没有告诉他真相，而是拿走了他这2天的记忆。艾丽则趁机将神笔钥匙放进了高登脑海里的一件衣服中，而高登对此浑然不知。他就这样带着一把钥匙生活了几十年，直到这天，上尉挟持着艾丽找到他。他本以为对方是为钱财而来，不料艾丽却说出关于钥匙的事情。高登当然一脸蒙圈，但上尉可没什么耐心，他一把抓起高登，将他甩飞数米开外。向来硬气的高登当然不服，直接抄起旁边的时钟冲了上去。中刀后的高登瞬间瘫倒在地，上尉催促艾丽赶紧动手，于是艾丽掏出了头脑钥匙，地上立刻出现高登的灵体以及他的脑海之门。等洛姐一行人赶到这里时，只看见了2个高登，眼镜负责按住高登伤口，他们3人则进入门后，可硕大的脑海让他们找不到方向。此时艾丽正带着上尉寻找钥匙，2人来到一间地下室，艾丽一把掀开白布，这里哪是藏钥匙的地方，而是高登情绪的生产地。很快一个个负面情绪缠住了上尉，艾丽趁机逃跑，撞见了前来营救他的洛姐3人。这时他们发现周围的环境正在崩塌，显然是高登即将死亡。众人不敢耽搁，急忙来到藏匿钥匙的地方，可艾丽却没有摸到钥匙。他这时才想起，当时同伴认为此处不安全，便私自藏在了其他角落。正当大家无可奈何准备先离开时，却发现出口被上尉给拦住了。山姆略施小计偷袭上尉，让洛姐他们先跑。洛姐此时却听见了钥匙的低语声，她走到钢琴前，撬开白键，果然在里面找到了神笔钥匙。与此同时，眼镜呼叫的救护车也到了。为了不让医生起疑，他随便拖走了1个高登，只让救护车带走了另外1个。警察也很快抵达了现场，浑身是血的眼镜被当成了嫌疑人，谁也没注意到，此时的脑海之门因宿主即将死亡，也开始在不断的闪烁。闪烁的细门里跑出3个人影，他们大声喊叫呼唤着同伴，可面前除了一大滩血迹，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几人顺着血迹刚追出去，就被2个警察堵在门口，他们纷纷被当作嫌疑人扣留。警察走进房间，发现了那道闪烁的细门。正当他们上前查看时，上尉突然从里面跑了出来，他直接一拳打死一人。另一个警察见情况不妙，朝着他连开几枪。趁着上尉被纠缠之际，洛姐几人拔腿就跑。随后他们来到车库，发现高登已经死亡，这也意味着细门已经消失。艾丽和他儿子带走尸体，洛姐和洛哥则拿上钥匙。他们前脚刚走，上尉这边就靠着不死之身干掉了警察。于是双方开始在马路上你追我赶，可很快他们就被逼到了死胡同。洛哥连忙拿出神笔钥匙，在墙上画了一道门，随着一道亮光闪烁，2人果然一推就进入了屋内。临走时洛哥还不忘画一道门锁，但这显然无法拖延太长时间。洛姐灵机一动，拿过钥匙在地上画了一个摩托车。原来是洛妈的朋友前来帮忙，2人抓紧时机驾车逃跑。愤怒的上尉将其发泄在男人身上，随即抢过他的汽车追了上去。可从没开过车的上尉显然技术不太好，洛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立马在一个路口来了个大转弯。上尉反应不及，当场侧翻720度摔在了草地里，然后汽车不堪重负爆炸，没有了交通工具，上尉明显追不上兄妹俩。洛姐2人很快便回到了钥匙屋，一家人立即商量接下来的计划，只要能将上尉引入警厅，那也能消灭他。晚上，徒步行走的上尉终于来到了钥匙屋，洛哥大声喊叫将他吸引到警厅。上尉当然也不傻，戳穿了他的圈套，可洛哥却微微一笑。上尉的身后突然亮起灯光，竟然是洛克驾驶挖掘机试图将他推进警厅。不甘心的上尉死死抓住铁门，用身体力量进行抵抗。随着他的一声怒吼，机械臂居然不堪重负罢工了。愤怒的上尉扯下铁门，用机械臂直接砸向警厅。洛克兄弟吓得撒腿就跑，而警亭也在上尉的武力下坍塌。如今唯一翻盘的机会就在阿尔法钥匙身上。洛姐这时突然智商再现，用神笔钥匙在宝箱上画了一个小门，顺利的从里面拿出了阿尔法钥匙。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上尉突然破门而入，径直抓起洛姐来到界门前，强迫他们交出钥匙。洛姐趁其不备，抬手将阿尔法钥匙插入他的体内。上尉顿时七窍流血，浑身失去力量。洛妈抓住机会，一把将他推入异世界里，消灭了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恶魔。界门的入口也随着缩小了一点，但却没有完全关闭。洛哥猜想是否因为他身上插有钥匙的原因，于是他拿出头脑钥匙，将其扔了进去。界门果然又变小了一点。如果他们要彻底关闭界门，就必须不断的扔入钥匙。经过一家人的商量，他们决定放弃全部的钥匙。但在此之前，他们用时光钥匙回到了父亲在世的时间，和父亲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几分钟。之后便扔了所有钥匙，彻底关闭了异世界的入口。
望着面前的钥匙屋，虽然他们才住进来几个月，但发生的故事却让人无法忘怀。没有了魔法钥匙，可能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结局。